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带着这个智能眼镜来看看我们农村。今天我们骑着电瓶车进山里去。现在回家。我们刚才出来到山里面来啊，来游泳啊什么之类的。我们刚才去那里，相当于无人区，去那里游泳，真的不错。我家里现在来了人，所以要回去了。有人来看我妈，有亲戚来，所以现在要回去。这水好清啊，在山里，离我家大概20公里的地方。我们猪队友在后面跟着。你看，这里有芭蕉什么之类的。我们今天还有34度还是35度，所以啊，完全可以游泳。现在，从这可能好走一点，在石头上面走更好。自然环境是不错的，猪队友走得比较慢，因为我们这里热带亚热带地区吧，所以很多都是橘子啊、香蕉、芭蕉之类的植物。应该北方现在在下雪了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里还可以游泳。中国真是很大呀，南北5000多公里，北方已经是冬天下大雪了，我们南方还可以游泳。你看，特别清这里的水，这里可以游泳。你看，这山里呢也有光伏的路灯，因为那里有家房子。Kukma, da gibt es eine Familie, ein Haus. Da gibt es ein Haus, ja. 所以那里有那个电线从那里扯过去。中国人还是很爱国的，你看那家他也有国旗在前面啊。回家，现在上午11点20左右。这坡度还是挺大的，我要等等猪队友，因为我怕他出事。来了，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山区是怎么样的，都是经济作物。右边这里应该是李子还是桃，左边呢有茶树，还有这个杉树。杉树是建筑用的啊，盖房子什么之类的，因为它很直。不过现在这种森林一般都不给砍了，保护水源。来到主路了，你看这路不错，很平啊，有光伏的路灯，这山里面有路灯。所以每次啊，现在我都觉得中国这基建真的不容易啊，像那么偏僻的地方都有基础设施。每次回中国的时候，我都感叹啊，现在基础设施真的非常不错。因为像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它会安装这种光伏的路灯，还有电呀、光纤都入户。不是呢，每个国家都有这个能力的啊。大家看到对吧？是光伏的那个路灯照亮着。等一下就有村庄了。这里有几家房子了，你看，山里的人他们盖的房子也不错，跟我们外面没有区别啊。你看50汽车，他们有自己的汽车。这又是50面包车，野生的芭蕉。这里的植被特别好，你看，没有裸露的土地。
很安静。你看，没有什么交通啊，对吧？这有一条小河，就刚才我们游泳的地方，这下游。前面这山也挺高的，但是那个是石头山了。我们这种就是石头少，土比较多。你看这植被，野生的芭蕉。一派南国风光啊！你看我们广西人的房子怎么样啊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穷啊？这有个桥叫龙兴桥，有民族特色的一座桥，相当于风雨桥，就是刮风下雨啊，它都有这个盖着的。这条小河也不错，你看看当地村民的房子怎么样？这种拖拉机有多少人见过？3个轮子的，我们这个县特有的一种拖拉机，叫狗骨铳，也叫蓝鸟。当地农民觉得比较适用。出了外面风景就好多了。那是芒果树。农村的路也非常好啊，现在。所以交通很方便，那个村也很不错啊，那个小山村，这是另外一个村了。两边种了玉米，这里有稻谷，左边是应该是那个桃，这里是橘子，叫砂糖橘。广西的砂糖橘比较有名，那个也是砂糖橘。你看这右边又是桃或者是李。虽然我们广西的房子不怎么样啊，但是现在居住条件还是不错的，像这栋就不错，交通方便，有水有电有网，我觉得就很不错了，很多国家达不到，像很多非洲国家用电都成问题。比如说什么每家每户都有汽车都不可能，用电都用不上，所以多出去走一走，看看世界，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个新的认知。这路上很多桂花树啊，这又是一家人的房子很大，他家这家已经装修好了，你看外墙。我们下坡。慢一点。我们这里农村啊，基本上每家每户应该都有一辆汽车了吧？你看，又到高铁这个高架桥这里了。这里离高铁站、工程站只有2、3公里。又到另外一个村了。我们这里的村都比较小，一般都是300、400人、400、500人一个村，超过1000人的村子就比较大的了。你看他家的规模特别大啊，一层就好几个房间。这又是一家，估计2家人这里，因为它中间这墙呢有一个缝。这又是另外一家，你看它一层有多少个房间啊？都是2、3层的，我们这里的人盖房子，这家3层。五菱汽车，这里有商店啊，还有快递。猪队友在后面来了，看着镜子里。好，我们回程走这条路吧，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村子比较大，
姓莫的人比较多，莫愁的莫。你看，村子里面停满了汽车。现在农村也很干净啊，对吧？几乎没有垃圾，偶尔会有一点。你看，两边也是几乎每户都有汽车，特别是如果过年回来，停满了车。这又有一架这3个轮子的拖拉机，那又有一架来了。50车比较多，国产的，广西产的柳州，你看又是50。这又有一架3个轮子的拖拉机。这路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宽了。看看这一家人的房子有多大呀？你看，一层起码有10个房间，因为它是两边都有房间的。这家房子也不错，看着。你看我们这里一般都是3层的房子。我挺喜欢白色的，它粉刷成白色，看上去比较清爽。又有一辆拖拉机。你们看了那么久，你们觉得我们广西农村的房子怎么样？面积肯定是很多的，很宽。如果外面粉刷好，还是不错的啊。居住条件也不算差，我认为啊。刚才说了，有水有电有网，交通也方便，你还图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农村现在生活条件真的不错。这里是银杏啊，白果。前面的山就是我们桂林特有的这种山了，两边长满了野草啊，没有人割草。前面有2个小山头，这种山不高，30-50米，不过它的形状挺好看。我们来的时候也看见了，大家看看，我开慢一点给大家看看。山脚也有石头呢，滚下来，打雷啊，下雨的时候有石头滚下来，摔下来。你看这石头多好看呀！还有后面那座山呢，有移动的那种天线啊，有基站。我们刚才进山区里面也有4G 的网络或者5G 吧，因为我的手机显示的只是4G，也许它有5G 网络呢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走近路啊。我给一个手势给他。有人在这里乱丢了一点垃圾啊。我们走近路吧，走小路。你看这家人他就没有粉刷，虽然他盖了3层，估计没钱了，等有钱再做粉刷吧。然后右边这家人他就有钱，你看，他就粉刷得非常不错，相当于一栋别墅。对不对？挺不错的，还安装了空调，然后它院门这样，还停了一辆车。过去一点呢，又有那个水泥路了。我们看越往外面开，景色就越好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它这里全部是柿子啊，柿子树，然后后面那种群山。千里江山图啊！这里呢，有人是收破烂的，所以弄得环境非常不好，到处都是破烂。好热啊！现在估计30多度了。这也是新盖一栋房子，这又有人盖房。好，有一段路呢，现在又没有水泥了。是2个村之间的，因为这村啊是
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村落了，所以这里没有人住的地方，它就没有水泥路。我喜欢走这条路，因为我喜欢它的风景，特别美。这也是野生的芭蕉，右边是砂糖橘，还有其他橘子，沃柑。离我家越来越近了，有山有水就是好，还有电，当然了，大家都看得见这些高压的电线。等一下到村子了，又有那个硬路了。你看，人家的菜地多好，他在晒稻谷。然后大家看看前面这个景怎么样？过了这里这个景，前面就我们村了，山脚下呢就我们村了。好，我们又走小路，现在因为这里没人住，所以它就没有硬路了。这是田间的路，都是农民的果园啊，这里不是砂糖橘啊，就是沃柑，或者这里有稻谷。不过现在种这种柑橘啊什么之类的稻谷啊，都赚不了什么钱，太便宜了。农民种稻谷是自己家吃的才种，现在自给自足，相当于我们家也看得见啦。这种叫马蹄，有点像草一样，看上去赏心悦目啊，看着。